今年618如果有一个奖项叫做顶级背刺奖，这个奖项我一定会颁发给红龙的 KS82 三模版。2月份首发价单模299，3个月之后的三模版推出，居然价格还降价到了249，这波真的是加量还减价了。并且跟着三模版一块发布的还有几个全新的配饰，透明、蓝绿三拼，还有粉色渐变。其中透明 KS82 内部是全硅胶的填充，并且用上了全透的水晶轴，在声音上和另外2款相比会更加的扎实。同时开模硅胶的填充也让键盘更加坠手，有分量感。2款不同配置的键盘在重量上也有比较大的差距。这一次三拼版的 KS82 在大体的外观上没有什么变化，还是延续了之前的设计，侧面的三模开关加上护城河，唯一有区别的就是右上角的音量旋钮。亮光的电镀漆面加上还不错的稳定性，整体还是非常有质感的。透明 KS82 右上角还是实体按键，这一点和产品经理聊了一下，之前有做透明加旋钮的设计，但出来的效果不太理想旋钮部分的透明比较难做，所以这里干脆还是保留了实体按键。这是3款配色中，我个人还是更喜欢蓝绿色，虽然模具没有太大变化，配色上用了饱和度偏低的蓝绿色，带有一点复古的奶白上盖，第一眼看上去还是非常舒服的。这一次三拼色版的 KS82 用的是一套双色注塑的不透光键帽，表面的触感偏光滑，细节方面处理的还不错，但比较可惜的是，这是一套开口字符的键帽，也不是说开口字符就一定会比闭口字符差，只是在观感上开口确实没有闭口字符这么自然。同时因为字符不透光，键盘的 RGB 亮度多少会受到一点影响。如果你真的喜欢 RGB 的话，我个人还是更推荐透明的版本。电镀的定位板甚至连周围的硅胶垫片都做了镜面的电镀处理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键盘对光线的反射更加透亮，这一点是好的。但透明的 KS82 细看的话，还是可以发现垫片周围有比较明显的注塑水口，没有很好的隐藏多少还是会有一点扎眼睛，这一些是细节方面的问题轴体方面，2种不同配置的 KS82 采用了2个不同代工厂的轴体，拼色版这边用的是环诺的青木轴，是一款现在成品键盘比较少用的有声段落轴了。拳头这边的话用的是高特的水晶线性轴，手感和 CK68 上的冰刃轴比较类似，因为是全 PC 的轴体，多少会带有一点色感，这是难免的。轴体和弹片上也是延续了高特的新设计，在顶部弹片做了一道开槽，可以让轴体在上下运动过程中受到弹片的阻力更小，手感更纯粹，和 TD 系的钢铁轴减小弹片面积达到的目的类似。环诺青木这边因为是传统的 MX 结构，轴心底部有一部分做了发声结构，所以轴心的上半部分会更多的留在导轨两侧上方，整体的稳定性表现对于水晶轴来说还是会差一些。相比起一般的轻轴，这款青木轴的段落感表现会更加明显，声音在轻轴中不算很大。虽然话这么说，但我个人还是不推荐大家在宿舍里面用。键盘内置的电池容量是3000毫安时，主控是老演员背影 BYK916，搭配无线芯片博通BK3632，这里简单给大家放一下，做一个参考。总结一下，这款 KS82 三模版最低价格249元，还是一个成品键盘。虽然在配置上和几个卷王相比还是要逊色一些，但非工的模具更加有设计感和辨识度，键盘本身的大键手感也还不错，低饱和度的配色也是低价位键盘中的一股清流。这是我觉得如果你想选择 KS82 的理由。最近我也收到了这个9指的相遇轴，也是一个全新的模具，也借着一个 KS82 来给大家听一下这款轴体的打字音。